这破车一路逃亡，而我却在车队打诡异。末日爆发的那天，城市便不再属于人类，这武器在诡异面前只是个笑话。诡异无法被杀死，能活下来的人只能依靠序列超凡，不断迁徙。当我认定人类已经没有未来的时候，却意外觉醒了万物升级系统。别人推着破车一路逃亡，而我却在车队打造出一座行走的钢铁堡垒。生锈的自行车在我手中升级为装甲战车，破烂的帐篷也能进化成流动的避难所。最离谱的是，那些无法被杀死的诡异不再追着我肆意，反而一路尾随。我望着远方翻滚的迷雾，忍不住苦笑。我明明只是想活下去，怎么就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？我从江城逃了出来，和一群幸存者组成车队，打算前往上户的幸存者基地。有人驾驶改装越野，有人开着大巴，只有我一个人蹬着破旧的28大杠。一路上，所有人都得谨记2条铁律：第一，不要掉队；第二，尽可能储备物资。而第1条永远高于第2条，因为没有物资，也许还有人会救你，可一旦掉队，迎接你的只有死亡。我踩着脚踏板，膝盖隐隐发酸，破车蹬起来费劲的要命，链条还嘎吱嘎吱响，像是随时会断掉。可我别无选择，这就是我的命。原本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上户，那可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超级都市，谁都相信那里有办法对付诡异。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上户已经沦为无人区。得知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，热气扑在脸上，带着一股廉价的酱料味。我企图用这味道把这片死寂的空气冲淡些，至少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。吃完晚饭后，夜色已经完全笼罩大地，所有人都把呼吸压到最低，生怕惊扰到潜伏在黑暗中的恐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心底的紧张压下去。末世的规则很简单，想活命就得熬。于是我点上最后一根烟，烟雾钻进肺里，带来一丝虚假的安宁。我看着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，像是一颗随时会熄灭的星。抽完后，我裹着毛毯，正准备熬过这一夜。可当我手触碰到毛毯时，脑海中陡然浮现一行字：升级毛毯需要消耗129点杀戮值。我愣住了。几息后，我发现并没有觉醒所谓的训练能力，而是获得了一个升级系统。我心脏狂跳起来，只要有杀戮点，我就能升级任何接触的东西，就连卡式炉也能进化。系统金手指，我在心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那种感觉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一块浮木。然而喜悦还没持续多久，我就被现实打醒，因为我没有任何杀戮点。我看了一眼那行灰色的数字0，心里那点刚燃起来的火苗啪的一下就灭了。不过好在这时，新的信息再次出现：鉴于宿主首次使用本系统，可借贷杀戮点300，期限1个月。我随即哈哈大笑，1个月我能不能活过明天都是问题，不借才是傻子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确认了借贷，300点到手。我看向那辆28大杠，车队第1铁律是不要掉队。对我而言，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就是我的命。我攥紧拳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于是我果断选择将全部杀戮点投入其中。下一刻，28大杠上方浮现出一个沙漏，5个小时的倒计时缓缓流动。我盯着那个沙漏，心里像猫抓似的。可除了等待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直到天边泛白，系统的提示骤然响起：升级完成。借着天边亮起的一丝微光，我猛然发现自己的28大杠已经彻底蜕变成了一辆3轮车，后面不仅多了个宽敞的车斗，车身还被系统贴心加装了省力装置。我围着它转了一圈，忍不住咧嘴笑了。这买卖值！车队里的人见到这一幕，眼神复杂的很，嫉妒有，贪婪也有，甚至还有惊惧。末世之中，任何物资都比命还珍贵，更何况一辆不需要一滴汽油的3轮车。曾经有人开着小轿车加入车队，可一旦没了油，那些车瞬间从宝贝变成累赘。如今唯有前方的2辆改装越野车还能稳定行驶。据说那2辆车里坐着几个狠角色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小丫头，手里却始终握着一柄长剑，那剑身泛着冷光，跟她稚嫩的脸蛋完全不搭。我多看了2眼，心里暗暗记下这女孩不好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瑜伽裤的女人走了过来，目光死死盯在我的3轮车上，那是打量猎物的眼神。我甚至不用开口就明白她在打什么主意，那眼神我太熟悉了，末日后见过无数次。于是我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她。女人刚想发作，却被一个壮硕的男人截了话头，那是强子末日前的健身教练。他立刻表现得极为殷勤，邀请女人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。女人的脸色终于缓和几分，临走前不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甚至还建议强子干脆把我的3轮车抢过来。我听见了，他甚至没打算压低声音。强子看了看我的手弩，心底似乎有些忌惮，而我懒得理会他们。我心里清楚得很，这种人你越搭理，他们越来劲。说来也怪，今天车队的行进速度比昨天快了许多，但对我而言，
这根本不算压力。三轮车的省力装置让骑行变得比以往更加轻松，我甚至能感受到双腿发力间那股顺畅如风的快意，这感觉真不错。我在心里暗暗得意，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来。忽然，前方出现了一排房子，原本低头前行的幸存者们瞬间抬起头来。毕竟车队之中很多人的物资已经见底，几乎撑不下去了。末世之后，大部分城镇都成了禁区，人口越密集的地方，越是诡异横行。从江城一路逃出来的人，没有一个想再面对那些恐怖的存在。倘若换作夜晚，车队一定会绕开这种地方。可现在是白天，白天意味着机会，只要能拼死冲一把，就可能获得新的食物和水源。于是，带头的几辆越野车猛地提速，直冲小镇。车队在这一刻仿佛被点燃，就连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徒步幸存者们，也都咬牙加快了脚步。可越临近小镇，那股压抑的气息就越发明显。明明是大白天，却仿佛寒冬的深夜，连呼吸都透着刺骨的凉意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太对劲。最前方的一辆改装越野车忽然一脚急刹，轮胎摩擦地面，发出刺耳的尖鸣，留下2道深深的黑色印记。就在所有人犹豫踌躇的时候，一个粗犷的声音炸响：“都婆婆妈妈的干嘛？老子先进去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2米多高的巨汉从一辆改装越野车里硬生生挤了出来。当他脚掌踩到地上的那一瞬间，整个地面都在跟着震动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这货到底有多离谱，活脱脱的一头人形猛兽。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，而是像头巨象一样，径直朝远处的商超狂奔。紧接着，后面的越野车也跟上去。更离谱的是，一个老头子也发动了他的老年代步车，还嚣张地喊着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行，等老子出来，看我怎么吃香喝辣的！”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吼急眼了，跟风似的冲向商超。可我却没有跟，我眯起眼睛盯上了街道2侧的商铺。商铺的物资或许不如商超那么全，但离出口很近。末世里有个规律，能活下来的全靠阳光，只要一脚踏进太阳底下，那些邪门东西就追不上。这是我的保命底牌。我拎着背包冲到一家烟酒副食店门口，透过玻璃门，我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香烟美酒，成堆的零食饮料，凡是能吃的能用的，我一股脑全都扫进背包。正当我满心窃喜时，突然一股寒意从脊背冒起，我猛地转身，在我身后竟是一个7、8岁模样的孩子，那脸比死了3天的尸体还要白，眼睛和嘴巴更是拼凑出一个怪异到极点的笑容。纸裤童，我忍不住暗骂一声，心脏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。本想翻过柜台冲出去，可当我扑到门口时，整个人却僵住了。玻璃门竟被人从外面插上了木棍，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有人想把我困在这里。我透过玻璃门死死盯着外面，此刻那辆3轮车旁正站着一男一女，女人穿着紧绷的瑜伽裤，是之前被我一口回绝的贱人，而男人则是他身边的健身教练强子。他们本来眼里带着得意与冷笑，可当他们看到我身后的黑暗深处隐隐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时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强子，快走！2人直接骑上3轮车，快速逃离了此地。我咬紧牙关，恨得浑身发抖。月娘娘，赵关窗，阿弟等逃，护断肠。稚嫩的童声像从里钻出来，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扣动弩机。可下一秒，箭矢穿过他的身体，那小小的身影纹丝不动，反而裂开嘴角，笑得更大了。那咿咿呀呀的童声就在我背后响起，我后背全是冷汗。要不是我正好站在阳光照进来的位置，怕是现在已经凉透了。末世的规矩很简单，普通人对上诡异，那就是赤裸裸的秒。可如今我和那东西的距离不到1米，再拖一会儿，这家店就会彻底陷入黑暗。到时候我必死无疑。我眼睛快速扫了一圈，左右望去，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。拼了！我心头一狠，狠狠踹向玻璃门，玻璃门终于应声而碎。我一头冲了出去，外面正是下午4点多的太阳。金色的阳光洒在我身上，驱散了骨子里的寒意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。我回头看去，副食店的黑暗里，那孩童一动不动，就那么死死盯着我。可我已经不怕了，因为我站在阳光里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我大口喘着气，腿还在发抖。我背起物资，顺着3轮车离开的方向追去。强子和那瑜伽裤女开走的方向正是大商超。本来我不想进去，可现在我的3轮车在他们手里，我必须追。太阳正一点点往西落下，街道上的阴影越来越多，阴影之中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无数双冰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。杏花镇因为我们的到来，某些东西正在被惊醒。当我来到商场门口时，一眼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3轮车。
车斗里还放着我的东西。此刻我心里杀意渐浓，强子、瑜伽裤，你们等着！我先把背包腾空，重新背好，然后猫着腰慢慢靠近商超。可当我真正走进去时，却发现情况远比我想的更糟。里面货架大多都是空的，角落里更是站着几道人影。他们看见我，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就在我疑惑的刹那，一股阴冷的气息从脊背窜上来。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正拖着脚步在货架之间徘徊，她的身子足足有3米高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巨大的剪刀，嘴里发出阴森的声音：“你在哪？出来呀，我们一起玩。”白衣剪刀女，我额头冷汗直流，刚从纸裤童手里逃脱，没想到转眼又遇到这东西。我企图绕开他的视线，转到另一边，可就在这时，我才发现食品区还有不少幸存者，就连那个2米多的壮汉也在，但他的脸色却非常紧张。剪刀女忽然停住脚步，长发下的2点猩红骤然转向我们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僵住了，空气里只剩下心跳声。幸好他并没有发现我们，而是继续机械地走远。正当我大松一口气，准备继续装东西时，突然撞到了前面幸存者的后背。抬眼一看，所有人全都停下了，目光齐刷刷落在前方。一个7、8岁的孩子静静站在那儿，竟然是纸裤童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一声尖叫打破了整个超市的死寂，同时也唤醒了某些黑暗里的鬼祟。3米多高的白衣剪刀女僵硬地转头看向这边，她大踏步冲来，沿途货架轰然倒塌。我抓起背包就要跑，却亲眼看到前面2个幸存者被剪刀女一剪而断，鲜血溅了一地。真好，真好玩啊！他的笑声比刀还冷。下一秒，又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西装男也被齐腰剪断。就在这时，那个2米高的壮汉发出一声暴喝：“他妈的，拼了！”只见那人像是被瞬间充气，一眨眼就化为3米巨汉，浑身肌肉虬结，像铁疙瘩一样隆起。他和剪刀女对视，气势丝毫不落下风，这是序列超凡。我心里一震，难怪他敢第一个冲进来。末日来袭，全球爆发诡异。我和幸存者们逃到一座小镇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我们准备收集物资时，黑暗中一名白衣剪刀女突然出现。危急关头，那个3米高的壮汉破墙而出，硬生生顶了上去。魔鬼肌肉人挥舞拳头攻击白衣剪刀女，却被白衣剪刀女单手轻松接了下来。这瘦弱的白衣剪刀女竟有让人无法理解的超强力量。魔鬼肌肉人面露痛苦，身体在对方的狞笑声中微微弯曲，我看得头皮发麻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抬起手弩对准白衣剪刀女就是一剑，箭矢钉在她身上，虽然没有造成伤害，却意外让我白嫖了200杀戮点。系统提示跳出来的瞬间，我愣了一下，然而还不等我高兴，剪刀女怒吼一声朝我冲来。糟了，好在此时魔鬼肌肉人动了，只见他一拳狠狠轰向白衣剪刀女的面门。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白衣剪刀女非但没有半分动摇，还把魔鬼肌肉人甩了出去，巨大的身体撞飞了无数货架。这就是诡异，就连号称人类奇迹的序列超凡，在白衣剪刀女面前也只是一个布娃娃。不过那个庞大的身体从倒塌的货架之中跳出来，再次冲向白衣剪刀女，她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既然她这样都不跑，那好，我跑。我背起背包撒丫子狂奔，可谁知下一刻，那个熟悉诡异的童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给我糖，我要吃糖。”低头一看，一个苍白的孩子就那么抓住我的裤脚，纸裤童。我心里凉了半截。就在我心生绝望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货架地面上倒了一地的糖果，我连忙抓起几颗糖递过去。纸裤童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我竟然真的能拿出糖来。他有心不想去接，但似乎有某种规则让其不得不接过我的糖。我趁着他接糖的瞬间拔腿就跑，冲向商超门口，周围全是哭爹喊娘的幸存者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纸裤童正在剥糖衣。远处那个魔鬼肌肉人再次被打飞，但很快又冲向了剪刀女，真是打不死的怪物。直到我重新站在阳光下面，这才有种重回人间的感觉。而商超里面还在传来尖叫声和惊恐的呼喊声，周围鬼影重重，很多幸存者跑着跑着就被诡异的身影再次拉入黑暗之中。整个杏花镇的诡异都被人群吸引过来了，唯有阳光才是最安全的区域。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手还在抖。缓了好一阵，我才站起来走向3轮车。我将带出来的2包东西顺手丢进车斗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很不友善的女声传来：“陈爷，你想做什么？想抢我们的车子不成？”瑜伽裤女佳佳和健身教练强子两人扛着2个包裹站在不远处，他们脸上带着戒备，还有一丝心虚。我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将手弩上弦，一道弩箭划过眼前，直接刺穿了强子。他瞪大眼睛，似乎没想到我真的敢动手。你射杀了你的敌人，获得杀戮值加1000。我微微一愣，
杀人也能获得杀戮值？我的目光转向瑜伽裤女，她吓得尖叫一声，转头就要跑回超市。相比起诡异，此刻的我才是她心中的噩梦。只可惜还不等我出手，就听到这女人的尖叫声再次传来，她的脸上全是惊恐，而在她身后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影。就在女人即将逃到阳光下面的时候，那人影一把抓住她的头发，将她拖回黑暗之中，惨叫声戛然而止。我看着这一幕，面无表情。因果报应来得真快。此时周围已经有不少刚逃出来的幸存者，这些人都慌乱地将物资放上自己的车，转身就逃。我也站起来，蹬着三轮车就跑，走之前也没忘把那2个包裹捡起来丢进车里，不拿白不拿。就在所有人争分夺秒逃命时，屋顶之上突然划过一个白影，我往上面扫了一眼，一个卑贱的少女像传说中的剑客一样朝着我相反的方向逆行而来，她的目标是身后还在打斗的商超。娜娜在末世只有序列超凡才可以和诡异抗衡，可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我一口气冲过镇子口的门楼，但很快就被一大群人围了上来。他们见我出来就问东问西，里面怎么样了？你看到我老公了吗？里面还有人活着吗？我懒得搭理他们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女人，在末日之中，老人和孩子的体力相对较差，遇到诡异时很难逃走，反而是成年女性，虽然体力比成年男性差，却更容易活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改装越野车上下来一个男子，打扮有些怪异，他身披连帽卫衣，腿穿宽松束脚裤，脚上却没有穿鞋。此刻他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土，就那么丢进嘴里尝了尝。随即男子脸色一变，大声说道：快走，再不走就晚了。周围几个围着男子的人脸色顿时一变，纷纷连滚带爬往自己的车上跑，仿佛有大恐怖即将来临。有人在慌乱中喊道：娜娜和铁狮怎么办？男子怒吼一声：放心，他们会追上来的，快走，别废话。很快这几辆车的异动就被其他幸存者发现了，有人慌了，甚至开始试图阻拦车队。都趁我老公还没出来，你们不能走！求求你们，我弟弟还没出来，你们不能抛弃我们！然而改装越野车根本不理旁人的拦路，一脚油门狂奔出去。我也踩起三轮车跟上去，前面的越野车速度格外快，那些没有车的幸存者很快就掉队了。好在我的三轮车装有省力装置，能够勉强不掉队。我用力蹬着踏板，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大巴车摇摇晃晃地从镇子冲了出来。这辆大巴车我认识，本就是车队里的。之前车里的人满满当当，如今空了不少。一个幸存者想要拦下大巴车，结果却被直接撞飞出去，生死不知。我心头一紧，为什么那些人像发了疯一样往前跑？但此时我已经满头大汗，就算如此，前面的车队在我的视野之中也只剩下一点点亮光了。身后不远处传来剧烈的呼吸声，是几个骑自行车的跟在身边。至于那些徒步的幸存者，则是一个没见，全掉队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看到前面的那一点点亮光停了下来，一股重生的希望在心里燃起。我咬着牙拼命蹬车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和车队会合了。车上的人已经从车里下来，开始搭帐篷。我甚至看到那名壮汉被人抬到空地上，壮汉的左臂已经齐肩而断，鲜血染红了地上的草坪。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卑贱的少女，还有一个赤足的男子。铁狮、娜娜、楚彻，我心里默默记下这3个名字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我这才感觉好受了一些，于是调出系统，发现自己此时的杀戮值竟然已经有1200。经历了这次灾难后，我无比确定车队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。为了不再掉队，我决定将人力三轮车改成电力三轮车。我查看系统的升级方案，系统很快就给了我确定的答复。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 3D 立体效果图。按照目前的升级方案，需要杀戮值1200点，升级需要15个小时。我目前杀戮值只有1200多一点，15个小时能接受。就在我刚准备点击确定时，余光瞥见一辆废弃的摩托车停在路边。这样的情况在末日随处可见。我心中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系统，如果我能搞到配件，杀戮点是否可以减免一些？系统很快有了答复，找到合适的配件，系统可酌情减免部分杀戮值。我忍住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，将路边那辆摩托车拖到三轮车边上，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系统改造之上。系统，可否利用眼前的这辆摩托车进行改造？可以，目前改造需要杀戮点900点，才省了300点，这未免也太不值钱了吧？系统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省一些杀戮值？如果宿主能将摩托车的所有零件拆卸下来，并且初步安装到三轮车，能省100杀戮值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想要升级的目标完成度越高，能省的杀戮值则越多。
可惜现在天太黑，也只能就此作罢。在系统中点击确认之后，我看到三轮车上多了一个沙漏，倒计时6小时。吃完晚饭之后，我试探性的问了问系统，如何才能觉醒序列超凡？系统给我的答复有2种，第一是获得序列真迹，第二是自我觉醒。序列真迹需要3000杀戮点，而我账户里仅只有300。我盯着那串数字叹了口气，于是我突发奇想，利用300点杀戮值兑换了一个对付诡异的办法——黑狗血。黑狗血能有效克制诡异，我甚至还能利用这个法子换取所需的物资，这笔买卖划算。第二天天光微亮的时候，3轮自行车已经升级完成，车辆的前半部分是辆摩托车，后斗的装载能力再一次得到增强，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。以前的自行车多好啊，现在还要搜集汽油。等等，这不就是那辆3轮自行车改造的吗？一晚上就把3轮车改成这个样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所有人都用忌惮的眼神看向我，甚至还有人把我当成诡异。不过就在这时，那个持剑少女朝我走来，她将目光落在我的这辆摩托3轮车上，问道：“这摩托车是你的？是。你是不是觉醒了序列超凡？”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幸存者们轰然议论起来。我脑子里快速转了一圈，不能说实话，我是机械师序列。女孩点点头，带我来到前面几辆车的方向，看来是把我当成序列能力者了。我甚至还看到了昨晚那个气质独特的赤足青年，他得知我是一名序列超凡后，两眼放光。欢迎觉醒序列超凡，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被请到了帐篷之中。据我所知，这个车队总共有3名序列超凡，队长就是那个赤足青年，名叫楚彻，领路人序列；白发美女名叫娜娜，剑仙序列；还有一个大块头铁狮，泰坦序列。听楚彻的解释，序列超凡有好几百种，每个序列超凡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，比如战斗序列、辅助序列、超自然序列，甚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有序列。夏国就有剑仙序列和天狮序列，岛国有忍者序列和弑神序列。序列超凡并不是无敌的存在，想要真正杀死诡异，低级序列几乎不可能。无论是杏花镇的纸裤童，还是白衣剪刀女，在诡异中其实并不算强。我听完心里沉甸甸的。人类的序列超凡在诡异面前依旧太过弱小。说到这里，楚彻伸出左手，眼神郑重。陈野，你是车队的第4位序列超凡，有了你，我们就更有保障了，欢迎加入。我伸出手与他握住。我想问一下，车队的汽油想要就得用物资去换，哪怕你已经觉醒了序列超凡，也别想白拿一滴。我愣住了，我原本以为超凡就能带来地位和福利，可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在这里既没有特权，也没有庇护，只有等价交换。我苦笑一声，倒也觉得公平。楚彻又补上一句话：车队很快会举办一场内部交易会，只要肯付出代价，就能换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在这个车队之中，4个轮子的车一共有4辆，2辆改装越野车，大巴车是铁狮的财产。至于剩下那辆小汽车，竟然是个女明星的财产。她的物资并不多，但由于末世前的明星光环，摊位前总是围着一群眼神猥琐的男人。就在我犹豫先找谁换汽油时，她竟从车里搬出一个铁桶。陈先生，如果你需要，我这里还有1桶汽油，只需要8斤大米，比楚彻和娜娜的20斤便宜多了。我眯起眼睛看着她，一眼就看穿了她的算盘。她在用便宜的汽油换取我的庇护。我直接挑明：你把油给我，以后遇到麻烦我会出手。周兰眼睛死死盯着我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。成交。姐，没有汽油，我们的车就成了废铁。少年声音故意放大，吵嚷着要把油拿回来。有人幸灾乐祸地看我的笑话，而周兰没有阻止，只是心虚地扭过了头。我冷冷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好在我不是只有他一个选择，我径直走向楚彻，用黑狗血的消息换走了1桶汽油。接着我又找到娜娜，换来了一把岛国品牌的户外柴刀。直到广播响起，车队开始出发，我跟在大巴车后面，已经成了整个车队的第4号人物。路上，楚彻不断下车，抓起一把沙土塞进嘴里。这就是车队活到现在的最大依仗。领路人序列能感知危险。等到铁狮醒来的时候，我才算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超凡。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断臂期间，可今天他却恢复如初，这恢复力简直离谱。铁狮见到我第一句话竟是道谢：兄弟，多亏你那一剑，不然老子早死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我何尝不是？没有他挡下那白衣剪刀女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接着我向他提起黑狗血能克制诡异，铁狮眼睛一亮，这消息值钱。就这样，我的车斗里多了一块电源。之后车队东走西拐，避开了几头紧追不舍的鬼。如果不是楚彻，车队早该尸骨无存。我抓紧一切休息的机会，将黑狗血渗进剑矢。这天晚上，楚彻说明天到长寿村搜集物资。消息一出，所有人脸上都写着恐惧。长寿村，光这3个字就透着一股诡异，可我反倒隐隐有些期待。趁着弩箭充足，正好借机猎杀诡异，攒取杀戮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夜空忽然被一声尖叫撕裂，有鬼！人群瞬间炸锅。
我反手拿过沾了黑狗血的手弩，看向不远处的几十道黑影。可就在空气紧绷到极点时，树林的阴影里传来了一个虚弱的声音：“救命！救救我们！”随着一道强光照射过去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显露出来，紧接着更多的身影从阴影中浮现。楚彻不知何时已走到人群最前面，眼神警惕：“我们是从路城逃出来的，路城已经没了。”伴随着这声颤抖的哭诉，这些人影同时抽噎起来。就在这绝望的声浪中，楚彻忽然蹲下身子，从地上抓起一把土丢进嘴里，就像品尝绝世美味一样。片刻后，他站起身：“你们新加入的，我可以免费提供1天的食物，1天之后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。”说完，楚彻挑了几个中年妇女帮忙做饭。就在众人以为秩序恢复时，一个新加入队伍的女人突然大喊大叫：“这不公平！凭什么做事情的全是女人？那些男人为什么不做饭？你这是在歧视女性！”新来的女人们把她当成领头人，纷纷附和，反而下厨的女人们恨不得撕了她。楚彻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赵大姐你们先歇着。阿宝说你带几个男人去做饭。”很快，女人就尝到了苦果。那群男人乐得跟过年似的，抢着烧水生火。而刚喊完不公平的女人傻傻站在原地。她原以为自己是在争取权益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同伴的厌恶。晚饭刚吃完，楚彻顺势给男人们发下酬劳。那女人瞬间脸色煞白，有几个大妈甚至上前揪着她的头发扇着耳光，大骂她是害群之马。楚彻不用跟她正面交锋，就把她彻底压死在泥里。我看在眼里，暗暗佩服，这手段高明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多数幸存者依旧只能啃粗粝的干粮，而我却端着一碗腊肉炒饭。一个老妇人牵着孙子走来，笑容殷勤：“小伙子，分点食物给孩子吧，他太久没吃肉了。”话音未落，熊孩子已经扑了上来，两只脏手直接伸进了我的碗里，疯狂抢我饭吃。我无奈之下，端着碗换了个地方。这世道，好心只会被当成软弱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楚彻带队找到新的庇护所。我刚要合眼，阿宝叔便急匆匆跑来：“陈先生，楚队长请您过去开会。”帐篷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。楚彻从怀里取出一台老旧的收音机，那看似破铜烂铁的玩意儿，编号却是01357的奇物。在诡异横行的时代，唯有奇物才是人类真正的底牌。楚彻把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放在桌上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收音机里传出沙沙的声音：3个月前，长寿村爆发诡异，全员死亡，无一幸存。村子物资完备，中间大柳树下有一间小型超市，物资充足，可重点收集。村长家、地窖还有储备粮，可次要收集。入村口有水井，水质未受污染。村内诡异超过100只，危险等级 SSS 级。信息落下，楚彻的表情却非常古怪，仿佛收音机里面有鬼似的。1分钟后，他才开始分配任务：先去柳树下的小超市，再去村长地窖收集物资。就在大家讨论细节时，收音机里突然传来楚彻熟悉的声音：“娜娜那死丫头看着清秀，整天皮猴子样，末日之前估计没人要。铁狮泰坦序列降智都能笨成这样，也真是个奇葩。新来的那个家伙脾气暴躁，末日前肯定也不是好人。我亲眼看他打老人小孩。”整个帐篷鸦雀无声。这台奇物不仅能收集信息，甚至能把主人自己说的话当众播放出来。楚彻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娜娜的剑光已经闪了出去。楚彻还不受死！帐篷外传来一阵鸡飞狗跳。为了早些赶到长寿村，第二天一早，车队速度稍稍快了一些。在车队后面是一些连交通工具都没有的徒步幸存者。我总觉得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在看着自己，可我回头却什么都没发现。奇怪，就在这时，队伍之中传来大声的惊呼：“村子！前面有村子！”我拧了一把油门，突然意识到摩托3轮车没油了，身后的大巴车一个加速将我甩在身后。我甚至还能看到铁狮憨笑着朝我挥手。等我赶到时，所有人都已到达村口。我看着这个村子，心底一阵阵发寒。明明是艳阳高照的大中午，里面却是阴沉沉的，甚至比杏花镇感觉还要恐怖。这时，楚队长戴着墨镜，手里拿着喇叭，大声说道：“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，下午4点之前必须从长寿村出来，过10步后。”长寿村中间有一棵无比高大的柳树，这棵柳树大的有些不正常。就在那村口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个老人，是一个驼子，手里杵着一根拐杖，脸朝众人方向，露出一个无比阴森的笑容。所有人都被恐惧定在原地。陈烨，跟紧我！铁狮低吼一声，第一个大步流星踏入村子。我攥紧了手弩，与娜娜并肩而行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胆大的人立马跟了上去，但更多的幸存者还在犹豫，毕竟谁也无法保证能活着出来。奶奶，我不要你去，我不要你去！傻孩子，奶奶不去，你吃什么？要是奶奶回不来，在场所有人都是害你奶奶的凶手。等你长大，记得给奶奶报仇。而就在不远处，楚彻抱着收音机远远叹息：“人作孽不可活。”
正当我迈进村口那一刹那，娜娜突然拉住我：“小心，这里是鬼域。”她握紧手中的长剑，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。鬼域是因为某种力量而形成的特殊领域，若是在鬼域之中，即使是大白天，诡异出现的概率也会偏高。听完娜娜的解释，我仿佛感觉到黑暗中有人盯着自己，但仔细去看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这时，有2名幸存者推开了村口的屋子，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出现在2人面前，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随后并排着走进屋子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彻底崩溃，尖叫着掉头狂奔。我不要死，我要出去！恐惧是会传染的。周兰和周小小姐弟望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下意识后退。然而，我们的脚步还没迈开，那驼背老人竟再次凭空出现。我下意识抬起手弩，死死对准他。你们总算来了。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？我知道你们是来搜寻物资的。大柳树下有个小超市，里面很多物资，你们可以去那里看看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可在他身体深处，我清晰听见一阵悠悠的呼喊：“就是我！”声音忽远忽近，仿佛有人被困在他的体内。我心头一震，猛地抄起剑矢就向他身上扎去。黑狗血浸透的剑矢狠狠钉进了他的身体，顿时升起一阵青烟。已对驼背老鬼造成伤害，获得杀戮值加100。没想到这个老头竟然是个鬼，可我还没来得及欣喜，娜娜眼神突然一寒，只见长剑化作一道冷光斩下，驼背老鬼顿时被劈成了2截。周围的幸存者们刚要松一口气，却见这2截身体根本没有半点鲜血，反而像2只怪猴子般蹦跳着爬上屋顶，转眼消失不见。铁狮本想追上去，却被娜娜一把拉住：“大个子冷静点，收集物资要紧。”这一切不过发生在眨眼之间。很快又有几名幸存者崩溃大叫：“我不去了，你们自己去吧，我要离开，我要出去！”说完，他转身就跑，紧随其后的又有2人拼命往村口逃去，气氛瞬间压抑到极点。此刻，我们就像行走在另外一个位面，走着走着，突然身后再次传来惊恐的尖叫声：“阿紫不见了！”说话的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，明明还没到大柳树的小超市，就已经接连出现这么多变故。别哭了，说不定阿紫已经回去了，我们一会儿回去就能看到她。不行，没有阿紫，我也活不下去。那少女猛地冲向来时的方向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因为我敢肯定我们的车队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少女。我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众人，周小小却下意识反驳：“你怎么就确定没见过那女孩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周小小搜索记忆的时候，竟然叫不出这个女孩子的名字。我冷笑一声，这里可是长寿村，在这种地方出现一个陌生女孩，你难道就不觉得有问题？周小小还想反驳，却被周兰一把拉住。我们还是快些行动吧，争取在下午4点之前搜集到足够的物资，离开长寿村。众人这才继续往大柳树的方向走去。殊不知，就在铁狮第一个走过前面的拐角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铁狮，发生了什么？娜娜，你过来看看。我和娜娜加快了脚步，然后我也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。只见那棵参天大柳树的枝条末端竟悬挂着一具具尸体，至少有上百具之多。身后的幸存者们全都僵在原地，一个个吓得瞪大了双眼。而在那阴森的大柳树下，赫然立着一间小平房，木牌上写着“大柳树小超市”几个字，外面小门敞开，甚至能看见超市里面的玻璃柜台，里面货架上什么都有。一时间，所有人双眼放光，仿佛忘记了头顶上的那些尸体。其中一个老太太更是满脸贪婪。超市外面不知道从哪儿起了一阵风，将柳枝下的尸体吹得微微晃动。大家小心点，不要惊动这些东西。我提醒完大家，便小心翼翼地往柳树下的小超市挪去。这里不仅物资丰富，里面零食更是堆积如山，简直就是末日中的宝藏。我带来了2个背包，第一个装满大米面粉，第二个塞满腊肉腊鱼。娜娜也拼命往背包里塞，铁狮更是提着巨大的袋子疯狂扫荡，其他人也不例外。不到片刻，小超市被我们洗劫一空，连1包盐都不剩。能在这种地方刮到这么多东西，已经是意外之喜了。我们要不回去吧？但我的背包还只装了一半，这点收获还远远不够。要回去的自己回去，不想回去的跟着我们继续去搜集物资，但是要听话，否则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我们也没办法保证。然而，就在我们刚走出超市，一声尖叫突然响起，只见一名幸存者的身体被一根柳条紧紧缠住，随后被狠狠拽到半空。不到片刻，只剩下一具垂挂的尸体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那张脸我无比熟悉。之前他还跟在我的身后，可现在短短1分钟不到，已然成了柳树下的亡魂。我的物资够了，我不去了，你们自己找吧。恐惧让人不敢停留。最终，众人分成2队，我和娜娜他们继续前进，另一队拼命往村口逃跑。周兰想和那些人一起离开，可周小小拽住了她的衣角。姐，我们跟着去吧，跟着他们总好过自己出去送死。
不久后，一座灰蒙蒙的3层大宅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是，这里绝不是活人该踏足的地方。进去吧，时间不多了。铁狮背着大包率先闯进院子，我和其他人紧随其后。所有人第一个寻找的目标是厨房，接着就是卧室大厅。幸存者几乎把每个房间都翻找了个遍，才发现只有少量的米面，根本不够下一次的补给。趁着众人分头继续搜查时，我却在3楼衣柜里翻出一块电子表，顺手塞进怀里。我本打算从楚彻那里换一块太阳能充电板，说不定以后就能用得上。就在时间只剩1个半小时的时候，1楼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这里有个地下室。”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少年指着地下室的入口，表情兴奋。娜娜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。片刻后，地下室传来他抑制不住的喜悦。陈爷铁狮，这里面全是土豆。那一刻，压抑的气氛被打破，众人争先恐后跳进地窖。接着，一袋又一袋土豆被运上来，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然而，就在我们搬运的热火朝天时，我透过窗户看到1楼门外老鬼的身影，他就像死神一样，死死盯着我们。我抬手就是一剑，已对驼背老鬼造成伤害，获得杀戮值加100。那老鬼一直在跟着我们，别磨蹭了。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大家得赶紧离开。铁狮没再多问，但搬运的动作明显快了几倍。众人陆陆续续从地窖爬出，每个人的背包都被塞得鼓鼓囊囊，人人脸上都带着丰收的笑意。娜娜看了一眼手表，笑容瞬间收敛。还有40分钟到4点，我们必须赶在那之前离开。众人立刻出发，唯有那名老太婆慢吞吞的最后爬出。除了刚发现地窖的那个大学生扶她以外，根本没人理她。可当我看到她背上的负重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只见她浑身上下挂满了背包，比起其他幸存者，她的收获竟是最多的。而她似乎也注意到我们的目光，竟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精力旺盛的像是不知疲倦的老牛。娜娜手持长剑走在最前面，众人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此时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。娜娜看了看手表，以往每次搜集物资都是9死1生，可这次竟意外顺利。结果走着走着，娜娜指着路边民房说道：“不对，这条路我们走过，之前就有人进入这栋民房没有出来。”所有人抬头望去，一棵巨大的柳树静静矗立在前方。按照我们行进的方向，这棵柳树本该在我们身后。所有人脸色瞬间发白，我们走错了，还剩30分钟，往回走，快，还能赶得及。众人立刻掉头狂奔，唯恐下一秒大柳树又出现在面前。末日诡异爆发的第10天，我和幸存者来到长寿村收集物资。然而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大家好不容易收集齐物资，本以为可以安全离开时，整个长寿村却变成了一座无尽的迷宫。无论我们朝着哪个方向逃跑，结果还是会回到那棵诡异的大柳树下。众人不由得表情惊恐。距离汇合时间只剩下20分钟，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几名序列超凡身上。于是我们试图朝着大柳树相反的方向逃跑。这一次，众人的脚步明显加快了许多。然而让我绝望的是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原点。怎么又回到这里？你们这些序列超凡不是很厉害吗？为什么还不能带我们出去？你们这些废物，快点带我们出去！我还不想死啊！一些疯狂的幸存者歇斯底里的叫喊，甚至有人红着眼想要对我们动手。谁知就在此时，一条粗壮的大腿猛然踹出，将那名发疯的幸存者当场踹飞。铁狮收回了腿，冷冷扫视一圈，而我也默默抬起手弩，警惕四周。偏偏就在这时，那个老鬼突然出现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？你们从我家偷了那么多物资，还问我是谁？你就是村长，告诉我们要怎么出去。你们出不去了，都留下来陪我吧。装神弄鬼！娜娜怒喝一声，左手捏了一个剑指，在长剑上一拂，下一秒剑身浮现出幽蓝的流光，随着一道剑光狠狠斩去。那驼背老鬼还没来得及躲开，后背衣服就被剑气炸开，只见老鬼身体上竟嵌着一颗人头。此刻我终于看清，那颗人头竟是和我们一起进入长寿村的幸存者之一，如今他却成了驼背老鬼身上的一部分。我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往头顶上冲，我反手对着那颗人头就是一剑。然而驼背老鬼连看都没看，翻身跑进旁边的民房。与此同时，娜娜长剑割破手指，随着血液被长剑吞噬，剑身发出嘹亮的剑鸣。齿痕为器，剑破铜影，无经血万刃归真破。当娜娜话音落下的刹那，让我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她双手持剑，剑光骤然爆炸，对准老鬼逃进去的民房狠狠一斩，直接将民房斩成2段。原来这就是剑仙序列。现场的幸存者们无一不是瞠目结舌。半晌之后，我骇然发现废墟之中根本没有老鬼的踪迹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此刻的诡异大柳树下竟多了一些熟悉的身影。这些人是之前离开的幸存者，原来他们全都没能逃出长寿村。活着的幸存者们又惊又恐，谁都害怕下一个死的会是自己。他妈的，装神弄鬼，看我去把他砸烂！铁狮变身之后，本想一拳轰烂这棵柳树，可谁知就在这时，枝条下的尸葵竟诡异般的动了起来。紧接着，数百具尸葵同时睁开了眼睛。这些尸葵被柳枝操控着，纷纷跟下饺子一样从树上掉了下来，朝着我们发动猛烈的进攻。铁狮只能被迫停下脚步，挥拳迎敌，将拦路的尸葵硬生生挡住。
住。可随着尸魁越来越多，铁狮渐渐开始无力招架，甚至还有尸魁已经扑到他的后背。见此情景，我抬手就是一弩，黑狗血涂抹的箭矢准确钉在尸魁后背，伴随着一阵刺耳白烟，那具尸魁从铁狮背上跌落，已对尸魁造成伤害，获得杀戮点加100。然而还不等我反应，那具插着弩箭的尸魁竟朝着我扑来。好在娜娜及时挡在我面前，她左手剑指划过剑身，随着一声暴喝，尸魁瞬间被她斩成2段。但尸魁仍旧拖着半截身体向我爬来，我的心头一凉，这玩意儿竟然还没死透。人群中不断传来各种尖叫声，有些倒霉的幸存者被尸魁硬生生拖走。更远处，那个装满物资的老太婆还在左躲右闪，结果旁边一个幸存者稍不注意，被老太婆推了一把，当了替死鬼。周围不少幸存者看得清清楚楚，眼底全是厌恶和愤恨。周兰姐弟俩此时也是狼狈无比，之前还打算靠着铁狮和娜娜的庇护活下来，可惜铁狮此时已经冲向大柳树，至于娜娜更不可能保护他们，她不仅要掩护铁狮，又要保护我这个队里唯一的辅助序列。很快，一头尸魁直冲周兰而来，姐姐小心！周小小顺手将背上的背包狠狠砸向尸魁，这才让周兰侥幸躲过一劫。可这不过只是开始，当更多的尸魁涌来，周小小看到我射出的弩箭定在一头尸魁上，尸魁很快就冒起白烟后退，于是他死死拽住姐姐的手，拼命往我这边冲，似乎把我当成了最后的希望。不过就在这时，那位身手灵活的老太婆已经躲到我的身后，看样子她不仅想要得到庇护，必要时还想拿我当替死鬼。我眼神一冷，怎会如她所愿？还不等着老太婆有所动作，我猛地换了个位置，一具尸魁猛地扑了过来。这位身手敏捷的老太婆还没来得及咒骂，就被几头突然扑来的尸魁给拖走了。我心里没有因此生出一点点愧疚，要不是我刚才动作快，被拖走的一定是我。陈野，救救我姐姐！我连忙转身看去，发现周兰被一具尸魁扑倒。周小小拿起地上的铁棍，将扑倒在她姐身上的尸魁生生推开。然而就在她一把拉起周兰的瞬间，四面八方尸魁已经围成一圈，一个个露着森白的牙齿，其中好几张脸她竟还认得，大多数都是车队的熟人，如今全都成了吃人的怪物。两姐弟背靠背，一会儿你先跑，只要跑到陈野身边，他就算不想救你，也能保你一命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我宁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去求那个混蛋。不远处的一名幸存者刚想逃，就被尸魁狠狠扑倒，接着被硬生生拖进大柳树的树冠深处。陈野，快救救我们！可我自己也好不到哪去，弩弦都快被拉断了。如果娜娜和铁狮再慢一步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。至于其他幸存者，我根本没心思去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震天的怒吼忽然响起，整个长寿村的地面发生了剧烈的震动。只见铁狮像是一头被彻底激怒的蛮兽，对着大柳树的树干一顿猛锤，整棵树剧烈摇晃，绿色的枝叶喷涌而出。娜娜此刻更是杀意凌厉，她单手高举长剑，原本1米多的剑刃竟延展到10几米长。随着剑光落下，大柳树上瞬间出现一道骇人的剑痕，绿色汁液顺着伤口狂流，整个村子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。这一剑似乎彻底惹怒了什么东西，所有尸魁都停下了动作，仿佛一种更恐怖的存在正在苏醒。快跑啊！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，众人立马从噩梦中惊醒，疯了一样朝村口狂奔。我也顾不得太多，因为我能感觉到村里有某种禁忌正在苏醒。傻大个，快走！我朝铁狮发出怒吼，可他完全陷入癫狂，一次又一次砸向大柳树。我眼神一冷，如果换成周兰、周小小，我绝不会救。可铁狮和娜娜不一样，他们是序列超凡，是有价值的人。我只犹豫了0.01秒，立刻举起手弩扣动扳机，弩箭狠狠扎进铁狮的胳膊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立马转身就逃。吃痛的铁狮猛地转身，下一秒朝着我狂奔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娜娜轻盈地落在铁狮的肩头。可还没等我们跑出村口，整个长寿村彻底苏醒了，无数柳枝仿佛活过来，铺天盖地从街道两侧蔓延而来。一些跑得慢的幸存者当场就被卷进黑暗里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。我也被几根柳枝挡住了去路，抬手就是一剑，黑狗血浸泡过的弩箭嗖地射穿柳枝，柳枝迅速缩回黑暗。可下一秒，我感觉脚踝一紧，整个人瞬间被倒吊起来。我立刻拔出腰间的柴刀，朝柳枝狠狠劈去，直到柳枝被彻底斩断，我才重重摔到地上。快上来！走了！铁狮一只大手直接把我薅起来，随后低吼一声，脚下的土地直接被踩裂。与此同时，村外的楚彻看了一眼表盘，时间已经超过约定时间21分钟。他之所以把集合时间定在4点，是因为4点之前长寿村是相对安全的，一旦超过4点，那些沉睡的东西就会醒来，会顺着气息追上车队，到时候连逃的机会都没有。此刻在楚彻的感知里，西南方10公里外正有一头恐怖的诡异快速靠近。
楚彻再次低头看了看表盘，再给你们8分钟，4点半还不出来，我就不等了。车队里的人，我要保全员。而此时我们离村口不足100米，我甚至听见身后柳枝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忽然，我心头陡然一寒，因为我看见那驼背老鬼再次出现了。他弯着腰，像山里的老人，仅仅一个纵跃就来到了我们身后。我浑身汗毛倒竖，一种濒死的恐惧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眼前黑暗瞬间破裂，整个人猛地一亮。原来我们冲出了村口，我忍不住回头看去，却见那驼背老鬼站在村子的阴影里，用那张扭曲恐怖的脸对着我，露出一个阴森的笑。还不等外面的人询问里面情况，楚彻已经弯腰抓起一把土放进嘴里，下一秒他脸色骤变，立马吩咐众人赶紧离开。所有人慌忙奔向车辆，我也冲到摩托3轮车旁，可当我一拧油门，才发现车子没油了。好在阿宝叔提着一壶油递过来，说是楚队长借给我的。当我加满油后，摩托3轮车总算能勉强跟随车队。然而在这一路上，我明显感觉不对劲。原本进入长寿村的有50人，如今活下来的却只有10几个。尤其是到了夜晚，车队前后左右全被诡异的气息包围，离我们最近的诡异也就只有7、8公里。我甚至还能听到恐怖的咆哮声。此时前方2辆越野车不由得加快了速度，我死拧着油门。车队里那些徒步的幸存者早就被甩得不见踪影。整整一晚上，我们就像摆脱野兽追捕的猎物，换了无数次方向，直到天色发白，车队才终于停在一块公路路牌下。我抬头一看，这里竟是燕州，前方是无边无际的沙漠。明明现在是11月底，这里却热得跟盛夏一样。我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嗓子眼里烤火。这种不正常的天气让所有人心中都有些不安。可我没工夫去多想，长寿村的数小时血战已经把我的体力和精神消耗殆尽。此刻的我眼圈发黑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。我拿出面包狠狠往嘴里塞，接着又喝了一瓶矿泉水，直到勉强恢复了一点力气，这才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面板。然而当我看到杀戮点的数值时，整个人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整整7000杀戮点。我几乎毫不犹豫直接兑换了序列针剂。下一秒，一个玻璃针筒出现在我手中，蓝色的药液散发着幽冷的光。我强压下心头的激动，走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，卷起袖子一针扎下去。没有想象中的钻心疼痛，药液顺着针管涌入体内，所有的疲惫感一扫而空，四肢仿佛重新充满力量。我闭上眼，努力感受身体变化。按理说，成为序列超凡后，身体会有明显的蜕变，可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，竟然什么也没察觉。系统，为什么没有任何变化？难道是我觉醒失败了吗？正在觉醒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系统的回答让我心里很没底。我叹了口气，索性不再去想。于是我打算看看能不能换辆末日基地车。结果我看到兑换价格时，那一长串吓人的零简直让我头皮发麻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没多久，沙漠的气候让我很不舒服，周围连一棵树影都没有。我翻遍车斗，总算找到一条花式的大裤衩，还有一堆女士衣物，这些都是瑜伽裤女留下来的。我盯着这些衣服，突然灵光一闪，要不用它们给车子做个遮阳帘？当我决定下来之后，系统提示亮起，一个精致的遮阳棚虚影浮现眼前。这不仅能完全覆盖整个车身，甚至还带防雨功能。我果断选择同意，车斗里的衣服瞬间少了一大半。与此同时，摩托3轮车头顶出现一个倒计时，4点59分。由于现在沙漠温度过高，我不由得望向铁狮的大巴车，那里有不少幸存者在呼呼大睡。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青年，30岁出头，其他人都叫他老李。见我走近，老李满脸笑容的下车迎接。这是末日之后我首次登上别人的车，车厢比我想象中干净，车尾甚至摆着一张硕大的床。铁狮此刻正躺在上面呼呼大睡。泰坦的力量的确恐怖，但消耗也大得惊人。我找了个位置坐下，闭上眼睛，觉醒还在继续。我不知道会觉醒出什么序列，也不知道这沙漠里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，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。